Hello，大家好，今天一样陪大家读一小段六祖坛经。上次我们读到哪里呢？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读到五祖弘忍出庭，要让他所有的徒弟呢，取自心的智慧当中的讯息流，汲取到一些讯息之后呢，透过文字化的方式呢，转换成一首诗句来交给五祖。结果呢，没想到所有的徒弟啊，都放弃了作答。因为他们认为说神秀是讲师，以后呢一定是传承给神秀，所以说大家就想说，以后我就跟着神秀修行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自己再去那么费心的呢去写一首诗句，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也不可能跟神秀抢啊，是吧？等于是在地位上、资历上各方面条件是抢不过神秀的了。那何必再浪费时间去写一首诗句呢？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就想到说慧能，其实慧能他也不是要跟神秀抢，因为他在来到黄梅县东禅寺之前，他也不认识神秀嘛，他就是纯粹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属于比较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那他听到《金刚经》之后，他发现了内在有这个讯息流，然后他很想要来找五祖印证。而当他在最开始呢，见到五祖那一面的时候，五祖不是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你来求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呢，六祖就有跟五祖说啦：“我只求做佛，那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要。”换句话说呢，慧能一开始也就已经说了说，他没有打算要争夺，或是说没有打算要追求什么样子的东西哈。就是说，他来到东禅寺，纯粹要跟五祖印证佛法而已。至于寺庙中其他的东西，他并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去追求，或者想要去拥有，或者说没有打算说，好像我开悟了，然后我就希望说，能够在寺院当中得到怎么样的发展哦。其实，慧能在一开始所说的跟五祖说的话里面，他就已经表明了这个立场了。那确实后面呢，六祖的慧能的命运也确实是如此哈。他得到心法传承之后，他就先去避难了，这样，然后最后面经过了10多年之后，他才开始弘法。所以说，他也没有说留在寺院里拥有任何的这些物质上的或是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就是说他对于整个寺庙有形的这些各方面的东西，他是没有去接班的，他真正传承的只是心法而已。所以呀，所有的徒弟都放弃作答了，然后他们觉得说，反正以后一定是跟着神秀修行啦。那确实呢，五祖也是很有智慧哈。其实到后面，五祖确实呢，他将这个达摩祖师交代的东西传承给慧能之后呢，他让慧能赶紧走。那他说，慧能走之后，他还有3年之后才会离开人世间哈。就是他也知道他已经预知了他未来的寿命了。然后他就是用后面的时间呢，也是呢，估计也是将寺庙中的这些事物呢，交接给神秀呢去接班的哈。所以说寺院中的这些资产啊，这些徒弟啊，这些运作啊，就是整个道场的运作呢，最后呢还是一样留给了神秀啊。换句话说呢，假设慧能从来没出现过，那黄梅县东禅寺的东西，五祖也是传承接班给神秀而已。但神秀虽然能够接班这个有形的东西，但是他无法接班这个达摩祖师历代传承下来的心法。那幸好呢，五祖有遇到了慧能，所以说他将心法和衣钵传承给了慧能。但是整个寺院、整个道场的资产和事业，他一样是留给了神秀。所以说五祖其实他是很有智慧的。那他也没有说因为慧能的出现，他就亏待了神秀或什么的。其实他这些东西他还是留给神秀。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慧能他本来就唯求做佛，不求于物。坦白说，他也可能没有当下他那么年轻，也没有那个心思或没有那个意愿去管理什么道场啊，参与什么事务之类的。
神秀的修行呢，后面我们也会聊到，它主要是以身心的修行为主，它当下还没有进入到内在智慧的这个领域，所以说让他去管理和运营整个道场，还有去带动大家修行也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可以说到最后呢，神秀和慧能都得到了他们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五祖弘忍的大智慧呢，也是将这些所有的人事给安排的恰到好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五祖是非常有智慧的。好，不论说后面我们会读到，不论后面在这个心法传承的过程当中，神秀和慧能的领悟高低，这都不管。但是呢，最后他们都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慧能的到来呢，并没有影响到神秀的后续的修行和他的事业和他的发展。而慧能虽然说他一点资历都没有，但是他也是得到了五祖的认可和印证，得到了这个心法传承。所以说两个人都有得到了自己心中所心愿想要的东西，而五祖弘忍将这个人事问题安排的恰到好处，是最有智慧的。那我们今天就陪大家读到这边哈。有时候我觉得每天呢，哪怕我们很忙，读的内容比较少，但是我们就是一种带动作用，还有就是一种表现出一种读经的坚持哈。不管我们读的内容多或少，或是说我们当天读到的心得好或不好，其实那都没关系。就是说我们有每天读一点经典，我觉得充一点电，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经典的内容它是属于，跟世间法是不一样的。那每天哪怕我们1-2分钟的时间读一点经典，我觉得对我们都会有所受益。那慢慢的，它也会熏陶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工作和生活，这样子。所以呢，今天也陪大家读一小段经典，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可以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喽，明天见，拜拜。